乌无人机袭俄最大石油出口港4油罐起火，多枚风暴阴影导弹齐射，黑海重镇突遭乌军猛击。乌军4天挫败619波攻势，俄军全线受挫。乌军机器人上阵，拟替代1/3兵力。美拟派3000伞兵，中东部署升级。摧毁120艘伊朗船只 ，A10尽显战场威力。俄罗斯200所高校推行强制征兵，不入伍即退学。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乌克兰近期再度对俄罗斯本土发动大规模远程无人机打击，行动规模与纵深均明显升级，攻击重点直指能源、军事与后勤等关键基础设施，战火正持续向俄方腹地延伸。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披露，当地时间3月23日夜间，乌军向列宁格勒州发起大规模空袭，出动数百架无人机，其中超过50架直扑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最重要的能源枢纽普里莫尔斯克石油出口港。袭击发生后，该港至少4座大型储油罐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卫星影像显示，多处油储设施遭破坏并陷入大规模燃烧，火光映红海面与夜空，港区运作受到严重冲击。现场画面显示，即便天亮之后，码头上空仍被浓重黑烟笼罩。与此同时，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克里姆市一处燃料库也爆发剧烈火灾，火势与浓烟持续升腾，反映出俄方后方燃料补给体系正承受多点压力。尽管俄军防空系统全线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但从夜间开始，普里莫尔斯克港周边仍不断传出密集爆炸声，显示拦截效果有限。根据路透社报道，遇袭后普里莫尔斯克港已暂停石油装载作业，该港年吞吐量约7500万吨至1亿吨，每日处理能力达100万至150万桶，是俄罗斯能源出口体系中的关键节点，其受损将直接冲击俄方财政收入与战争支撑能力。值得关注的是，此前乌军已重创黑海沿岸的新罗西斯克港，如今打击范围进一步延伸至波罗的海，显示其战略目标正由区域压制转向对俄罗斯整体能源命脉的系统性打击。除能源设施外，乌军此次行动还覆盖多个高价值军事目标，包括顿内茨克地区一处与沙赫德无人机相关的运作中心、电信骨干伺服器设施以及道尔 M1 防空系统。布良斯克附近的天空 U 雷达系统亦遭攻击。此外，阿夫迪伊夫卡一处涉及化学弹药的生产设施、多处后勤仓库以及卢甘斯克地区的燃料运输线与储油节点均被纳入打击范围，显示乌方正有步骤削弱俄军防空、侦测与补给能力。此次远程打击距离乌克兰本土约1000公里，凸显其长程无人机作战能力持续提升，打击纵深显著扩大。此外，附近的圣彼得堡普尔科沃国际机场也因空袭被迫关闭，暂停了飞机的起降。在长达15小时内，上百架航班延误或取消，大量旅客滞留机场甚至席地过夜。类似场景对俄罗斯而言已不再罕见，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多个核心城市机场近年来频繁因无人机威胁而临时关闭。自2025年以来，此类袭击明显增多，而进入今年，乌克兰战略重心已进一步转向打击俄罗斯核心区域。整体来看，乌方正逐步将作战重点由前线消耗转向对俄能源、交通与后勤体系的深层削弱。随着远程打击能力持续提升，未来针对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等关键城市的空袭行动可能还将进一步升级，
时隔不到5天，乌克兰再次将远程打击焦点对准克里米亚方向，战火持续逼近黑海核心区域。当地时间3月24日夜间，俄军在克里米亚最重要的军事港口塞瓦斯托波尔突发多起剧烈爆炸。根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消息，爆炸伴随明显火灾，港区上空迅速升起火光与浓烟。现场画面显示，巨大火球直冲夜空，黑色烟柱在远处清晰可见。多名目击者称，当晚先是出现无人机袭击，俄军防空系统被全面激活并进行拦截，随后更具威力的远程打击接踵而至。有监测频道指出，乌军可能动用了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实施打击，但具体命中情况与范围尚未披露。乌克兰方面则延续一贯策略，对行动细节保持沉默。作为克里米亚的核心军港以及黑海舰队的重要基地，塞瓦斯托波尔长期以来都是乌军重点打击目标。随着远程打击能力持续增强，这一地区未来很可能面临更加频繁且密集的空袭行动，连同克里米亚大桥在内的关键设施均处于持续威胁之下。与此同时，俄罗斯本土亦出现连锁反应。罗斯托夫州克里姆镇一处军用燃料仓库突发大规模火灾，浓烟迅速笼罩城市上空。外界不排除该事件与乌方远程打击或亲乌武装破坏行动有关。在能源战线上，俄方损失同样持续扩大。此前遭袭的波罗的海重要出口枢纽普里莫尔斯克港最新卫星影像显示，至少4座大型储油罐被摧毁，港口石油装载已全面暂停。作为俄罗斯关键能源出口节点，该港的受损对其外汇收入与战争支撑能力构成直接冲击。此外，萨拉托夫炼油厂也被爆在无人机持续打击后完全停产。该厂年加工能力约480万吨，自2023年以来多次遭袭，如今被迫关闭，显示乌克兰对俄能源体系的打击已从骚扰转向瘫痪式破坏。类似情况还出现在更纵深地区，俄罗斯乌法市一处炼油设施此前同样发生火灾，该地距离乌克兰边境接近1500公里。如此距离仍遭打击，凸显乌军无人机与远程武器的覆盖范围已大幅提升。近期，俄军在乌克兰前线全面加大攻势，动员7条战线发动所谓机械化突击。然而，在短短4天内，乌克兰成功挫败了俄方多次进攻，稳住战线。根据 Mesh 等媒体披露，当地时间3月19日前后，俄罗斯第1坦克集团军和第20集团军在利曼博罗瓦轴线发起多点突袭。此次行动投入超过28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100余辆摩托车和4轮沙滩车，前后参战人数超过500人。然而，他们尚未接触前线就遭遇重创。乌克兰第3突击军迅速反应，并率先动用 FPV 无人机对俄军展开精准打击。经过6个多小时的激烈交火，乌军摧毁俄军3辆坦克、11辆步兵战车以及84辆摩托车，同时协同作战的俄军炮兵也遭打击，包括5门火炮被摧毁，以及一套高价值的日制重型喷火系统被击毁。俄军无人机部队试图提供支援，但160架无人机被击落后不得不撤退，凸显乌军无人机规模与作战效率。这场快速突击最终演变为俄军局部溃败，乌克兰趁机收复周边区域，摧毁敌方阵地。尽管俄方未作正式回应，但其所谓春季攻势在多地均未取得实质进展。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在最新报告中指出，过去4天内乌军共挫败俄军619次攻势，并给对方造成超过6000人的伤亡。从整体战术来看，俄军今年的春季攻势成效不佳，传统的人力冲锋在乌军无人机网前显得力不从心。乌克兰无人部队最高指挥官布洛夫迪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表示，他们利用无人机系统对俄军持续放血。
他所领导的马加尔之鸟部队开创了新型作战方式，通过持续猎杀敌方单兵，削弱其整体战斗力。这种打法类似以色列的定点清除行动，不仅削弱了敌方的指挥能力，还对心理防线形成巨大压力，为乌军在战场上创造了新的战术优势。乌克兰正加速推进无人化作战体系，近期正式批准部署新型无人机拦截平台“绝地猎人”。该机可覆盖约40公里作战半径，并能自动接收雷达站数据，快速锁定来袭目标，主要用于应对俄罗斯近年来频繁使用的无人机，大幅提升防空反应效率。在实战层面，乌克兰防空部队近日成功击落一架较为罕见的俄罗斯无人机。据估算，该型无人机造价约40万美元。乌方指挥官指出，此类高价值装备的损失不仅直接削弱俄军战力，也再次凸显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的关键地位。与此同时，前线作战模式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乌克兰第3军团指挥官透露，今年最多将有1/3的步兵被履带式地面作战机器人取代。这些机器人配备光学传感器与重机枪，能够在恶劣天气与高风险环境中持续执行任务。传统依赖人力推进战线的方式，正逐渐被工业化生产能力与软件迭代速度所替代，士兵角色也随之向操控与协同转型。空中作战方面，乌克兰无人机近期再次击落一架俄罗斯卡52武装直升机，显示其在局部空域的作战能力正在提升。无人系统不仅强化侦察与打击效率，也显著降低人员暴露风险，推动战场形态向高度自动化发展。此外，德国方面也加大对乌克兰无人作战能力的支持。德国驻乌大使馆表示，已资助生产约15000架斯特里拉拦截无人机，该机最高时速可达355公里，具备抗电子干扰能力，即使在无 GPS 环境下仍可稳定运作。主要用于拦截俄军的多款无人机，以极小的成本降低式损失，提高防御能力，为乌克兰防空体系提供关键补充。近期，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持续加码，五角大厦正评估派遣约3000名伞兵，以支援可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相关规划显示，陆战队可能先行进驻关键战略点，负责安全维护及基础设施修复，为随后的空降部队提供后勤支援。美方重点关注阿布穆萨岛、大通布岛和小通布岛3座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岛屿，这些岛屿在能源运输与战略控制上具有极高价值。同时，华盛顿也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向伊朗新领导层释出谈判信号，在军事行动与外交博弈之间寻求平衡，以保持战略突然性。军事行动方面，美国空军已出动 B-52轰炸机执行打击任务，并投掷2000磅 JDAM 制导炸弹，显示区域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多架 C-17A 环球霸王3和 C-5M 超级银河运输机频繁往返中东，用于运送部队及作战装备。地面部队方面，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的数千名士兵已陆续抵达该区域，具备快速部署能力。同时，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携带 MH-47G 与 MH-60M 直升机，为三角洲部队及其他特种部队提供空中支援。报道指出，行动可能涉及伊朗伊斯法罕地区的浓缩铀设施。在外交与战略布局上，《纽约时报》称，美方可能提出以不攻击哈尔克岛为条件，换取对3座霍尔木兹海峡岛屿的控制权，但也有观点认为，该岛本身可能成为潜在军事目标。考虑到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其动向将直接影响区域能源供应和地缘局势，未来发展仍高度不确定。根据 X 屏账号皮埃尔的分析，美军在2026年3月发起的霍尔木兹海峡行动 Epic Fury 中 ，A-10攻击机被部署至南翼空域，主要目标为伊朗革命卫队部署的小型快艇及布雷艇。联合参谋部确认，
A10在此次行动中摧毁了超过120艘伊朗船只，发挥了关键作用。A10攻击机自1960年代越战时期研发，1977年服役，其设计理念与现代隐身战机不同，完全围绕 GAU-8A 30毫米不仇者机炮打造。该机炮每分钟射速高达3900发，可发射皮油穿甲弹，穿透坦克装甲。驾驶舱下方包覆540公斤钛合金装甲，被飞行员称作浴缸，确保低空作战生存能力。A10配备双引擎、双垂尾、自封油箱及多重液压系统，即使全液压失效，也能安全返航。历史战绩辉煌。1991年波湾战争期间，A10共执行8000架次出击，摧毁987辆坦克、926门火炮及1355辆其他装甲车，损失率仅 0.062%。此后，他在科索沃、阿富汗及伊拉克反恐行动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在霍尔木兹海峡战场上， A10不仅用于船舰打击，还挂载了响尾蛇导弹与 APKWS 精确制导火箭，用于拦截伊朗无人机。美军表示，新型 APKWS 导引系统结合近炸引信与激光红外追踪，能够同时锁定多架目标。每枚火箭成本约4万美元，虽然比单架沙赫德无人机造价高出2倍，但仍比防空导弹经济。X 账号伊苏里2026指出 ，A10凭借超长滞空时间和强大对地打击能力，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可以快速捕捉并清除伊朗快艇，显示老旧战机在特定战场仍不可替代。中东局势整体依然紧张。23日，伊朗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的一枚中程弹道导弹，在叙利亚代尔祖尔省阿沙拉上空被拦截，可能由美国海军 SM-3 或以色列 Arrow-3反弹道导弹完成。以色列防御系统也在外大气层拦截一枚高超音速导弹，保护地面目标安全。与此同时，美军战略轰炸力量保持高压态势。一架 B-52H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从英国基地起飞，挂载12枚 AGM-158B JASSER 防区外巡航导弹，机内弹仓令可装8枚，总挂载量达20枚。F-15E 攻击鹰战机近期也在霍尔木兹岛上空成功规避伊朗地对空导弹威胁。分析人士指出 ，A10的实战表现再次凸显传统近距空中支援平台的重要性。尽管空军曾计划以 F-35取代其角色，但低空、慢速且耐打的特性在特定战场仍无可替代。亚洲时报评论称 ，A10在伊朗战场上重生。Defense One 也直言，犹如在停止退役的警钟中再次证明其价值。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已进入第5年。随着战事持续，伤亡不断增加，以及志愿入伍人数下降，当局开始将目光转向高校学生，试图从中补充兵员。据莫斯科时报报道，军方征兵人员往往选择在冬季考试期间进入校园，重点接触那些成绩不理想或面临补考的学生。这些学生通常会被集中安排与军方代表会面，并被引导签署与无人系统部队相关的服役合约。有时，他们还被要求在签到表或文件上签字，确认已了解相关条款。非政府组织走开 IDAT-LASM 发言人伊万·丘维利亚耶夫表示，一些征兵人员会以学业为施压手段，他们常说，如果不签合约，就可能因成绩不佳被退学。与此同时，多所高校配合相关宣传行动，发放国防部资料，组织观看爱国主义影片，并公开已经报名参军学生的信息。学生媒体 Graza 统计，至少有201所俄罗斯高校参与了此类征兵活动。类似宣传甚至出现在核心学术机构，例如，在距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学院就出现了鼓励服兵役的广告。今年2月，莫斯科第2医学院的学生还被告知，签署兵役合约将是一张通往生命的门票，并声称新兵不会被派往前线。部分高校更是将征兵与学业直接挂钩。
例如，高等经济学院向考试不及格的学生提供签署军方合约的选项，并明确表示这是避免被开除的一种替代途径。校方承诺，签约学生可获得学业休假，合约结束后恢复学籍，在此期间退学处分将被暂停。在喀山创新大学，校方甚至对学业不达标的学生表示，他们虽然已被退学，但仍有为国家服务的机会。校长尤利亚·哈迪乌林娜直言，新军队将由那些不再被视为学生的学生组成。这说的就是你们。然而，这类合约的真实情况引发质疑。虽然学生被告知签署的是1年期合同，但自2022年俄罗斯宣布部分动员后，相关规定指出，兵役合同实际上会持续至动员状态结束，而该状态至今未被正式解除。人权组织公民、军队法律负责人谢尔盖·克里文科指出，招募过程中往往不会明确说明这一点。换言之，合同期满后，士兵未必能够依法退役。法律界人士也指出，这些所谓的特殊合约本质上仍属于标准军方协议，其内容必须服从总统令及联邦法律，因此对签约者的保障十分有限。一名来自列宁格勒州的18岁学生谢尔盖表示，如今校方已开始告知学生，他们可能被作为无人机操作员派往前线。他坦言，大家都清楚，这些合约并没有真正的保障。在学生群体中，不少人对这类征兵活动持怀疑甚至讽刺态度。律师阿希尔戈夫也进一步强调，即便校方或征兵人员做出保证，也无法确保签约学生不会被派往前线服役。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